我是瓜皮儿。无限地球危机前情提要。楷模们在幽灵奥利弗的帮助下进入神速力，寻找打败反监视者的办法。可在这多元宇宙中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，最终还是迎来了与反监视者的决战。已是平生行逆境，更堪末路见危机。这场生死对决，英雄们几乎是毫无胜算。关键时刻，奥利弗再次站了出来，用自己的第二生命与反监视者同归于尽，在时间之初重建了自己的宇宙。卡拉再次睁眼，周围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，自己的地球38完好无损，危机就好像是一场梦。卡拉赶紧去颁奖典礼，把自己的梦境告诉了尼亚。然而周公都解不了他的梦。随着记者的闪光灯轰炸，卢瑟走上了领奖台。这个糟土老头居然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，完全和之前人设不一样，而且所有人都非常崇敬卢瑟。卢瑟的励志演讲哭瞎了台下的所有嘉宾，只有卡拉是一头雾水，甚至还有点想吐。在这个新世界，卢瑟成为了人类的代表，也是克星人最好的朋友，就连 DO 都是卢瑟斥巨资赞助的。火星猎人自然也察觉了这些变化，但一切都已尘埃落定，只能顺其自然。看来奥利弗重取宇宙之后，只有楷模们才记得曾经发生过的事儿，可这变化不过是冰山一角。来自地球1的乔斯在海边疯狂电疗，卡拉压根就不认识他，还挠了挠头仔细回忆。乔斯还是在招引天雷，施法动作刚刚完毕就被另一道闪电制服。白瑞对乔斯简直随意，两人都在纳闷为什么对方会出现在自己的地球。无限地球危机的原作者同时要了两个人的签名，他们这才发现重启后地球1和地球38融为了一体，或者说是多元宇宙成为了一个。当然这个星球不只有他们俩，就连 Sarah 都出现在了星城的街头。雷还在酒吧饮酒醉，完全不知道之前发生了什么，还和火星猎人成了好哥们儿。火星叔一记仙人指路，把所有记忆灌进了雷的大脑。雷发现自己居然还当过超人，不自觉地叉起了腰。Sarah 发现奥利弗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，回到地堡才发现他早就不在了。最伤心的莫过于迪哥，那可是自己最好的兄弟，他死了2次才换来了现在的和平。奥利弗终究是没有辜负这个城市。那时在下水道里被维修工发现，墙上的神秘符号也已经消失。凯瑟琳接他回实验室疗伤，火星叔赶来，又是一记仙人指路，让凯瑟琳也知道了所有事儿。一开始的罪魁祸首就是纳什，指路后纳什才知道自己曾犯下了滔天大罪。另一边，白瑞和卡拉为了确认情况也来到了地堡，看到 Sarah 后直接笑出了声，居然真的在危机中拯救了宇宙。可他们没发觉奥利弗早就不在了。这消息对白瑞同样是晴天霹雳，而诡异的事情还没结束，一个巨大的臂堡行走在街头。这万恶的资本主义，白瑞曾在沃利嘴里听到过臂堡的英雄事迹。Sarah 赶紧联系传奇，让他们别轻举妄动。紧赶慢赶还是说晚了一步。米克正在臂堡附近举行签名会，他的小黄书俘获了万千妇女的心，已经成为了40岁以上女性的全民偶像。还没签完名就窜出去收拾臂堡，同样一脸懵逼的还有白瑞3人。雷忍不住拍了张自拍，现在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容不得他们震惊。白瑞光速修脚缠住了臂堡的脚，米克也是把怒火全都发泄在臂堡身上。众人一顿配合，发现根本打不到臂堡。凯特也闻声赶来，表姐组合也是集合完毕。一看臂堡这德行，传奇就知道这是障眼法，该去老地方找个老朋友了。Sarah 一拳敲在这个玷污臂堡的男人脸上。小插曲结束后，大家感觉宇宙融合也没什么不好。可事情还没有结束，纳什追踪反物质一直追到地堡，显然反监视者还没有完全消失。纳什绝对不会让自己犯第2次错。白瑞发现 Sarah 一直不在，搜了整个城市才找到他。奥利弗的死是他们永远无法翻过的一页，奥利弗更像是他们每个人心中的羁绊，如同家人般的存在。白瑞想了想自己第1次崇拜绿箭侠的时候，一切仿佛就发生在昨天。突然身后一个恶魔袭来，白瑞眼疾手快和 Sarah 一起驱散了他。火星叔千里传音告诉他们战斗又开始了，所有楷模都将危在旦夕。两个人第一时间赶去瑞恩家里保护他。反物质的毒素激增，怕是反监视者卷土重来了。奥利弗用生命重建了宇宙，这次绝对不能重蹈覆辙。他们想了一个办法，依靠雷的科技设计一个原子弹，把反监视者无限缩小，困在原子世界。大量恶魔聚集在星城，所有英雄们早就等候多时了。这群恶魔瞬间消散，化身成了反监视者。科技组们在实验室开始打造原子弹，米克和冰霜为科技组保驾护航，就连黑霹雳杰弗逊也前来支援。另一边的反监视者仿佛势在必得， Sarah 却表示我们不会辜负奥利弗的牺牲，为了奥利弗也得打死你。
众人的攻击根本打不穿反监视者的屏障，只见他突然变大，足足有奥特曼那么高。卡尔带领飞行小队前去迎战，白瑞则折返实验室组装炸弹。这种时刻需要一个手速极快的男人，就连超人姐弟的攻击都伤不到反监视者。实验室里的恶魔也多了一匹，白瑞一秒组装炸弹，还不忘挑逗一下科技组。随即拉上雷奔向战场。此时代表最强战力的超人姐弟逐渐败了下风，克拉克像玩具一样被捏在手里，白瑞则支援了地面组，给雷拖延足够的时间投放炸弹。卡尔为了保护克拉克，抱着必死的心冲向了反监视者，却在关键时刻被雷拦了下来。雷一激光把克拉克缩小，并且趁反监视者没反应过来，将原子弹扔了过去。反监视者开始无限缩小，直至消失。恶魔们也群龙无首，烟消云散，只剩一个鸡毛大小的克拉克在寻求帮助。雷又是一激光下去，以诙谐的方式结束了这场战斗。Thank you, Ollie. 晚上，总统郑重致敬了帽兜下的英雄奥利弗，感谢他为这个世界做出的牺牲。如今，他们的宇宙融为一体，迪哥子女双全，表姐组合齐聚一堂，每个人都在电视机前为奥利弗进行默哀。为了纪念奥利弗，白瑞亲手准备了一份大礼。为了保护地球即将到来的危机，他组建了正义联盟。七巨头始终摆放着8把椅子，始终有一个座位留给奥利弗。然而，还有另外一个麻烦等着他们收拾。伴随着尖锐的笑声，格里克越狱了。万物起源之初，世界一片虚无。伴随一场宇宙大爆炸，黑暗的虚无被冲破，宇宙中拥有了生命，随之诞生了多元宇宙。地球2的烛星女，地球12的绿灯军团，地球19的沼泽怪物，地球9的泰坦，地球21的末日巡逻队，地球96的超人归来，以及奥利弗用生命换来的始源地球。在这无尽的宇宙中，充满了各种可能性，最终英雄纪元到来。我是瓜皮儿，这就是 CW 宇宙，下期见。